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my channel. I'm David. 大家好，我是 David，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期是我 Threads 克隆系列视频的第4期。我给我的频道设置了2个里程碑事件。第一个的话，当我的订阅数达到500的时候，我会把项目的前端代码开源出来。当达到1000个订阅的时候呢，我会把项目的后端代码开源出来。如果你对 Threads Web 端的技术栈乃至产品感兴趣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本期视频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对我近期网站更新的一个简单介绍。第二个视频的话就是本期视频的一个主题，Video Scheduler。首先来到第一个部分，就是近几周的一个更新内容。近这几周呢，同步 Threads 原站的一些功能。首先的话就是稍等。首先的话呢，就是对于网站的那个可行性访问做了一个优化。比如说这里，当你在访问网站的时候按 Tab 键的话，它这里会有一个选中的一个样式。当你同样的话，当你的 Tab focus 到对应的那个用户的时候呢，这里会把那个对应的这个用户的这个信息的这个 card 显示出来。其次呢，就是新增了一个组件，就是叫做 Drag Mode。这个组件主要用于这个地方，就是当你访问一个用户的首页的时候呢，它这里会显示它的一个简要信息，就是关于这个主页。关于这个主页的话，当你在移动端的时候呢，它这里会有一个检测到是移动端的话，它会这个组件这个 mode 呢会对应的变化。比如说这里我切换到移动端的话，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这个组件已经变成可以拖拽的了。稍等，这里加载速度比较慢。看这里，这里的这个弹窗呢是可以拖动的，这也是近期更新的一个内容。除此之外呢，就是针对于近期 Threads 原站的它的一些更新内容也做了同步。新增 Drag Mode， 主页详情提及样式的优化，还有一点就是优化了用户主页的那个门醒权限。这里的优化部分呢，就是你可以在这里设置你允许你提及的那个权限。其次的话，就是对这个 post 的这个发布时间的位置做了调整。它之前的这个位置呢是靠近这个下拉选项这里的。其次呢，就是对于私密账户的那个回复的话，当你点击这个回复用户的话，如果你是私密用户的话，它会有一个弹窗，就是
只允许你回复自己的粉丝。其次的话呢，就是对于你回复帖子的话，这里的交付做了一些优化。之前的话，你回复帖子，这里其实是，如果你回复帖子的话，之前是这里的这个内容是不会刷新的。昨天做了一个调整，就是当你回复这个帖子的话，这里的这个更新内容会同步展示在这里。你看，这里已经追加上去了，这是近期做的一个调整。那么近期的一个更新内容差不多就介绍完了，主要就是对于Threads 原站近期它更新的一些功能点也做了同步，主要包含的话就是有主要是交互上面的一些更新。近期的话 Threads 我发现是没有做很大的一个功能更新的。那么回到本期的一个主题，叫做 Video Scheduler。Video Scheduler简述的话就是一个视频调度器，它主要用于哪些功能呢？当你浏览 Threads 的这个帖子的时候，如果用户他有发送带有视频的这个帖子，当你滚动这个滚动条的时候呢，它会自动播放。那么怎样去实现这个功能呢？我刚开始的实现的想法的话，就是监听这个 Windows 的这个 score 事件，然后再去做判断。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当你的这个帖子的这个 media 有多个，它会横向滚动，横向滚动里面你还需要监听这个横向的滚动事件，但这个横向的滚动事件呢，又需要去对于具体的这个帖子呢去做监听，这里就给实现带来一定的难度。最后呢，我去扒 Threads 原站的这个 source code， 发现它是利用了一个 API 叫做 Intersection Observer 这个 API， 在 MDN 上面有对这个 API 有详细的介绍，它叫做交叉观察器的 API。这个交叉观察器你可以简单理解，就是当你初始化这个 API 的时候，当你初始化这个 API 之后呢，当你的元素出现在市口的时候，它会触发一个回调事件。在这个回调事件中呢，你可以拿到这个元素自身出现的这个比例，以及它相对于整一个 Windows 的它会回调一个 React， 就是在这个 React 当中呢，你可以拿到这个 top left 这些参数，然后呢，还可以在初始化参数里面还可以对它做一些断点的配置。这里有一个参数叫做 root margin， 这个 root margin， 针对于这个 API 的详细的介绍呢，这里我就忽略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 MDN 上面去详细的去了解。那么利用这个 Intersection Observer 这个 API 呢，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在 Threads 原站当中呢，它的那个 Virtual List 就虚拟列表也是利用这个 API 实现。这个后面也会对这个组件做详细的介绍。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用作于无线滚动，就是无线滚动的话，也可以用于图片的懒加载。那么再回到我们这个 Video Scheduler 这个组件，那我们要实现出哪些效果才能达到我们的要求呢？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你滚动的时候，它并不是说只要你的这个 video 这个播放器出现在视口当中，它就会播放。这里有一个判断，你看，如果当我们的视口当中有2个的时候，它会去判断
距离这个顶部，就是距离这个视口的顶部最近的这个播放器是优先播放的。你看，当你一旦划过，这里又有一个判断，当你上面的这一个播放器被遮盖一部分的时候，它下面的这个播放器又开始播放，这里有一点 bug 了。应该正常的话是第二个播放器播放，再往下滚。当第二个播放器遮盖住一部分的时候呢，这第三个播放器又开始播放了。所以说，对于这个 Video Scheduler 的处理，我们还需要做一些判断。同理，就是当在横轴方向的话，也是需要做同样的判断，但是这里就没有这样一个例子出现了。那么现在下面就看这个 Video Scheduler 这个组件的具体实现。这个 Video Scheduler 的整一个的代码量是比较少的，大概有不到70行左右的代码。首先的话呢，这里有一个 Player Map， 这个 Player Map 呢就是用来存储播放器的，就是当前的视口当中出现了有多少个播放器。这个 current player 呢，就是这个当前正在播放的这个播放器。这个 frozen 呢，就是用于控制你的播放器是否要播放。因为什么需要这个参数呢？你会看到，当你点击这个查看这个 video 的时候呢，你背后的就是这个遮罩层后面的这个 video 呢，其实是需要停止的。所以说加了这一个变量。这个关键的核心代码的话，就是在这里的这个 play。这个 play 的呢，就是整一个 video scheduler 的核心逻辑了。这里有一个 master visible percentage， 这个就是用来存储当前的这个播放器中所展示的这个百分比。这里我做了一个处理，就是当你的整一个播放器是需要出现50%左右的时候才需要播放。那么为什么要出现在50%？就是并不是说你的播放器一出现到这个视口当中就是需要播放，有可能它只出现了一点点。就比如这上面的第一个播放器，如果它只出现在这一点，如果它还要去播放的话，那么很影响用户体验。所以说这里做了这一个判断。那么下面就是对于这个需要找出这个 play 的逻辑，就是需要找在 x 轴和 y 轴上面分别需要找出那个满足条件的这个 player。首先的话就是需要找到这个最大的 master 出现的这个比例。如果说它大于了5%才需要去播放，如果它小于50%的话，就其实是不需要播放的。这个 min y 的这个变量呢，就是那个 intersection， 通过 intersection observer 这个 API 呢暴露出来的这个 react 这个 y 轴上面的这个距离，然后找到这个最小的。就是为什么要找到这个最小的？这个最小的就是你的这个顶部距离这个视口上面的距离找到最小的，这样我们才能找到距离这个顶部最小的这个 video 标签，这个 video 播放器。同样的就是找到这个找到这个 min y 的这个播放器之后呢，看这里还做了些什么处理，就是找到有可能还有一个逻辑，就是当你的帖子里面这个它可能同时发布了有多个视频，比如说这里发布了一个，然后这里也发布了一个，然后后面还有很多个。那么找到这个最小的这个 y 的话，还是不满足要求的。我们同时还需要找到在 x 轴方面
在 x 轴上面找到这个最小的这个 x， 就是距离找到这个满足要求的距离左侧的这个最小的这个标签。这样的话，通过这2个条件的话，就会找到满足的这个 player， 找到这个 player 之后，然后去播放这个 player。同时呢，我们还需要针对于刚才提到一点，就是当你点开去浏览这个视频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把这个背景后面的这个播放器的给暂停掉。所以说这里对这个 mask 的组件也做了一些处理，就是当这个 mask visible 为 true 的时候，就需要 stop。同时，当它被销毁的时候呢，就是销毁的时候就要恢复这个播放器的播放。那么本期对于这个 video scheduler 这个实现的逻辑的介绍，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总结一下，这个 video scheduler 的一个实现逻辑的话，主要就是利用了这个主要就是利用了 intersection observer 这个 API。intersection 这个 API 找到在 Y 轴上面最小的那个 video 的那个播放器，同时呢，要在 X 轴上面也要找到 X 最小的那个播放器，通过这2个参数去锚定这个应该播放的这个播放器。同时你也需要考虑到，当你的这个 mask， 就是当你去浏览这一个 video 标签的video 的时候呢，需要暂停这个播放。当你的这个 mask 为 false 的时候，同时要恢复这个播放。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